今天我要来跟大家聊一个很特别的东西，就是你最近有没有听到或者是看到什么话让你很深思的，就是让你想很久了，可能会让你有一点点 confused 这样子的，让你有一点点奇奇怪怪的那种，就是会让你哇这样子的感觉。我是想要跟你们分享一些真的，我是上个星期看到这个东西，然后这句话就一直 stuck 在我的脑里面。我今天的麦克风我是这样子放在我桌子，我不想要拿个麦克风我很喜欢用手，我发现到，所以我就这样子放着可能收音可能没有那么清楚吧，听到就好 ，OK， 好，你们再告诉我你们觉得这个感觉怎样？我看到这句话，它是个文章来的，我会把那个 link 放在下面，是蔡康永讲的，他讲你说什么样子的话，决定了你要扮演什么样的人。直率是就事论事，刻薄是没事找事。只有不懂人情世故的人，才爱在公众场合揭穿别人的短处。真正令人生气的那种感觉，都是那些以说话直作为借口的人，以此装腔作势，展现自己的无知。每个人都必须继续修炼说话之道，因为这个世界属于好好说话的人。他那个文章很长，所以你们慢慢去看，我只是选了他一些让我 boom 的话出来，你知道吗？我不知道大家，我选这个 topic 是因为我很想跟大家分享几件事情，就是说话直啊，我相信大家都听过，是不是？就是可能你自己也是一个说话直的人，你懂吗？你在别人眼中是一个说话直的人，或者是你就是觉得你说话直。可是蔡康永要表达的东西是什么？你们知道吗？他要表达的是如果你今天你知道你自己 ，OK， 你永远都是觉得你自己说话直，说话直是说话很直，和你有没有教养是另外一回事，你懂吗？因为他这个文章里面还有讲了一句话，就是你不要就是把这东西讲在一起，你懂吗？就是你要明白你说话直是所谓的什么，就是他讲这个文章的标题是说，明明就没有教养，你却讲成你自己说话直，你明白吗？所以是没有教养就没有教养，你说话直，你怎么要扯在一起？所谓的我理解的说话直接是这样子就是你方便讲话一下吗？然后我们去到一边讲，或者是我 call 你的时候跟你讲一些东西，就是我觉得你的鞋子真的很肮脏，所以我会建议你把你的鞋子清理干净一点点，弄整洁来，比较体面一点点。我觉得这或许也是说话直。为什么？因为蔡康永讲一句话，就是讲你在所有人面前就 point out 出来那个点，就是说你们看他鞋子很肮脏，或者是在所有人面前就是讲说，哇，你穿这样肮脏的鞋子你也敢来今天的这个活动之类的，这种你会觉得是说话直吗？还是觉得这个人没有教养？这个 question 我丢给你们，因为我的认知是，如果今天我真的要告诉别人一些很直接的点，我会怎么做？我觉得我会就是讲真的，就是比较 private 两个人的时候，还是就是说，或者是选择不要讲或者是觉得不关我的事情为什么我要去理这样子？我如果真的要告诉我的自己的身边好朋友我的爱人家人就是好好的两个人好好的慢慢讲，摊开来讲，告诉你要不要用看这个这个比如讲这个洗鞋子的这个liquid OK let's say 你要不要用看？我觉得能够帮你的鞋子洗干净点点，或者是用这个刷子刷干净点你的鞋子，这个或许也是说话直，可是我用了一个更 subjective 的东西，
Can I say that? Like 我给你一个比较有 picture 的东西，就是建设性吧 ，you know, like 给你多一点点 information。因为我觉得，如果你没有教养，你就讲自己没有，就是我说话就是直啊，其实就是没有教养。在这个文章里面是这样子提到，我一直都觉得自己说话直，真的。可是到后来你会发现到，你是属于哪一种状况，你懂吗？我有时会问自己，在所有人的面前这样子做的话，我觉得不好看啊，我觉得不帅啊，你懂吗？不体面啊 ，you know， 就是不管你做什么事情啊，就公诸于世，这样子就给全世界知道 ABC 做什么，还是干嘛，还是什么都好，我觉得会感觉在展现自己的无知。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自己这个举动啊，你是在就事论事，还是你是没事找事？蔡康永就讲到这东西，就直接让我记到现在，就是说，哇，他为什么能够，蔡康永为什么能够讲到那么好？就是他的口才真的是特别特别厉害。如果你们有看过《奇葩说》，你有看过他以前的一些辩论的一些节目都好，他说话是很直接的人来呀。可是你看他的话哦，他的话是圆的 ，which is 你会很 confused，but at the same time 你会爱上这个人，你会爱上他的这个说话的艺术，你知道吗？所以你懂不懂人情世故？你懂不懂自己的说话之道？你有没有想过你要去修养自己这个东西？还是说你就一直要带着自己说话直？因为我要跟大家讲出几个点啊，在讲这些之前我讲个题外话，就是我们很多时候真的不要围绕着问题。这是我上一期 podcast 有提到的东西，就是说，你今天如果一坐下来，你就在讲那些发生了的跟没有办法改变的东西的话，这东西是很困扰你的。我这个是一个题外话，跟今天的主题应该是没有什么类似，但是我要讲的是，我最近学到一个东西，可能也是让我深思一下子的东西，就是我也是在我跟凯恩这个爱情里面我学到的东西，就是不要一直围绕着问题，不要一坐下来就一直讨论这问题。可以讨论问题，可以讨论这些东西，但是最主要的是我们要不要选择说这个问题，我们要面对这个问题，然后我们要想着我们各自的 solution， 因为我们两个人都是不一样的人，所以你的 solution 我的 solution， then 我们现在要去 pick， 你懂吗？而不是把问题指向我们。这是我最近学到的东西也是让我最近一直在想的东西，因为我只想要跟你们聊一下，说就是我们不应该每一次一坐下来就一直讨论 past or future， 因为我们没办法去 control。然后我一直在学习，讲真的，我还是在学习，所以我很谢谢凯恩这几个月下来，或者是这几天的对我的包容啊，还有我们彼此之间的这种感情啊。因为我觉得我们活在这个时代，我们真的是很多时候在寻求答案，你懂吗？一看到问题就在想答案，真的，你懂吗？你鞋子一肮脏，你就快点想要去洗干净，可是你忘记想了一下子，或许你现在去清理也改变不了什么，你懂吗？不如你去想一下，要该买什么样的那个洗鞋子的那个药水和一个好的刷子 ，maybe 你隔一天轻轻松松的就刷干净你的那个鞋子啊。这是我最近学到的东西，跟一些话啦，我自己心里面的一些话，让我一直在想。因为如果我们永远把问题丢出来，你懂会发生什么事情吗？就是我们找不到一个答案。有一句话也是让我想了很久，就是你知道为什么你不可以 achieve 你的 goals 吗？因为你有很多个 goals， 你要把那个 S 去掉，你要 focus 你的 goal。问题一样的 problems， right？ 你要尽可能的 focus 一个 problem， 再去另外一个 problem， 再去另外一个 problem。你出现一个 problem 的时候，你会有很多个 solution， but 你很多个 problems 的时候bro，
你第一个 problem，OK，、你有4个 solution， 你有10个 problems 的时候哦 ，bro，40个 solution 或者是400个 solutions， then 你脑会乱的 matrix，you know，like 这个去那个，这个去那个，所以我只是想要对着我自己讲这句话，就是说以后我看回来还是什么都好，就是你要围绕这问题没有问题 ，OK， 你 pick one，OK， 你 choose one problem and 想一下有什么 solutions，OK， 不是 problems then one solution。 Sometimes 我们在感情什么都好，有 different perspectives，yeah，opinions，right， 要2只手才可以打响嘛。所以我只是想要提醒我自己，也是我最近在想这个东西。把讲回蔡康永讲的这段话，你们个人呢？你们现在看着这个影片，你们听到这里，你们会觉得你们自己是说话直，还是你身边会有人说话直，然后会让你感觉说，他在，我感觉被他 ，you know， 压着啊 ，PUA 吗？这个叫，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觉得我能够真正去理解的话，没有教养这东西真的是一个很 straightforward 的东西。如果要讲哦，这个人没有教养，这个人没有教养还是什么？因为讲实话，我觉得不是没有教养，我觉得很多时候是可能那个人真的是没有所谓的去理清楚自己在干嘛，然后日积月累啊，你懂哦？会发生什么事情哦？很可怕的就是我们人习惯了一件事情，然后就会当作理所当然。你整天做一件事情，你28天之后，你的 habits 就出现了。我不知道你们懂这个东西吗？就是有一本书叫做我之前我没有真正买过Antonic wait let me check就是简单来讲就是Atomic Habits 他有讲到没有错的话，就是你要 build 一个 habit 哦，很快吧，真的很快吧，你可以具体来讲会不会是28天，我不敢确定讲说是这样子。但是如果你们有仔细去想说，你们一直重复做一件事情哦，它日积月累哦，它就成为了一个现象，就是 habit， 就是你起来就做这件事情，你起来就泡咖啡，然后你没有什么，你就刷牙，你就冲凉，你就出去跑步。所以我想讲的是，我们日积月累过后，我们成为了一个形象还是一个什么，就会把说话直当作是一个借口。你会觉得这是一个难看的东西吗？因为这东西让我在想说，如果这个人是真的是说话直，然后他在各个场合还是什么就这样子的话，这样子会不会是一个真的是他没有教养诶，他不是真正的说话直诶，你懂吗？因为有个东西是很可怕的，也是关系到我之前看过的一个关系到心理学的东西，就是你越强调你自己，你很大可能性你就缺失这个东西，你就是在向往着这个东西，所以你一直 emphasize， 你一直重复，你一直讲。比如想说我现在在用着 iPhone right， 没有什么啊，对我来讲真的没有什么嘛。可是有些人看到就会讲说，哦，你在炫富，你懂吗？为什么会这样子？就是为什么人家会觉得，哦，你炫富，你带一个 Rolex 你出去，大家会觉得你在炫富。很多时候当别人讲你在炫富的时候，会不会是那个人没有办法去 afford 这个东西一样的？如果有人一直讲你，或许提教养不教养这东西我真的没有办法去提。可是从一个点就懂了，如果有个人要在所有人面前去讲你 OK， 在网络上也好，在这样子面对面一群人面前要讲你都好，很有可能他正在需要一个东西，就是得到大家认可，
然后从这边得到快乐，然后再从这里得到所谓的那个优越感，然后让你觉得说啊，看到吗？他们都这样觉得，就是在所有人面前这样子。可是其他人到底是不是这样觉得，我不懂。可是他已经丢出来了。蔡康永的这个文章里面还有一个更让你 mind blow 的东西，我读给你们听。话说出去之前，你是话的主人啊。你的话说出去之后，你的话就成为奴隶了。我不懂你们 get 得到吗？我有一点 blur by the way， 把这句话就是很神奇的一句话。简单来讲，就是我现在讲什么话都可以，你懂吗？真的，我现在讲什么话都可以。可是不要忘记，我还没讲出去了，我那些话还是我是主人，懂吗？这个话还是主人。But 我现在讲出去啊，就成为奴隶啊。什么意思？你懂吗？任由所有人摆布。基本上来讲，奴隶就是被我讲干嘛就干嘛嘛，对不对？所以说话很重要，你知道吧？一个人一丢出一些东西，这个话我刚才讲的这堆东西，他现在就变成一个，我可以干嘛？我就是你可以来讲，他也可以来讲，所有人都可以来讲，你懂吗？所以很多时候你不懂你伤害过谁，真的，你就是失去了人生的，失去自由啊！这句话就这样子丢出去，任其他人来驱使，你懂吗？为其他人来做事这样子。所以为什么说话很重要？我觉得可能大家还是没有办法 get 到这句话，不用紧，因为我也是还在深思，我还在想着，说出去之前是话的主人，话说出去之后，你就是话的奴隶。Damn。OK， 你就是话的奴隶哦。OK， 所以我一丢出去 ，OK， 我没有办法控制那个话了，是吗？因为我已经变成奴隶了。哇 ，OK， 我 get 到了，就是讲说，我现在丢出去啊，这个就是所谓的，就是说，你讲话要负责任哦。你现在我丢出去哦，这个话可以指向回我了，应该是这样子的意思。我会被操控着，我会被拿来断章取义啊。Let's say， 哇，我现在明白了，因为我必须讲一个实话，永远不应该就是在所有人的面前指出某一个人的毛病，这是相当不好看的，相当折磨。我老实讲啊，小学的时候，我这个没有什么伤害过我，没有什么。可是就是我以前的成绩没有那么好嘛，我没有那么夸张啊。可是曾经就是小学的老师，有一些老师就是会当面的，就是给全班人知道他的成绩有多糟糕，然后成绩最差的就坐前面，跟成绩最好这样子。我都是在前面第2排、第3排这样子。我记得有一个故事是，有一个男生成绩不好的，有一个女生成绩也是不好的。男生他是比较顽皮的，可是他是很尊重老师的。然后他很可怜是，他会被老师直接点名去做一些事情，被点名去讲说你成绩就是最差的类似这样子的话，就是让我们所有人都去 accept， 他就该做这些事情，然后我们就形成了一个他就是要去做这件事情，打扫啊，比如班上啊、菜板啊，还是丢垃圾啊之类的这样子的事情。然后我们永远都知道他一定是坐前面那一排跟一个最厉害读书的女生。然后班上还有几个女生是比较没有那么聪明的，可是他们从来没有
被老师这样子讲过，然后那个老师是一个女生。可是我不觉得性别不性别没有什么重要，我只是记住这2个人很深啊，因为我就很清楚我跟他们也是很好以前，所以我是感觉那个老师做这件事情会形成一个很可怕的东西，就是所有人都会 try to 去 accept， 你懂吗？很可怕。就小时候根本不懂事，其实长大过后还是会形成这种东西，就可以讲说是跟风。哦，你讲这样子，我也是觉得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控制好自己讲话啊，控制好自己的语调啊、情绪啊、音量啊，是超级重要的。不管是几岁，我觉得你现在几岁看到这影片哦，还是什么都好哦，尽量的把自己的语气语调控制好，这也是在这个文章里面有提到的。你们有空的话去看一下，或者是听完这个 podcast 的时候去看一下，因为大声讲话的人啊，还是怎样都好啊，会让我印象很深刻，你知道吗？我刚刚跟朋友出去shopping， 然后我们在巴士回来的时候，有一个安哥在巴士上面就讲话很大声啊，什么这样子。你不会记得他讲什么啦吧？其实你会记得的是他讲话很大声，然后你会感觉他没有办法控制好自己的音量，因为蔡康永在这个文章里面他写到，如果你连你的那个语气音量都控制不好啦，你会让人很难去信任你其他各方面的能力，你懂吗？这个话也是让我深思啊，一下子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你讲话特别特别大声，你不知道要怎样去控制好，你不知道要怎样去让别人觉得很舒服的去讨论啊，去分析啊，去干嘛啊，你真的会让人感觉说你在装腔作势，你在 try to 压着别人这样子。就我讲没有你讲，我会感觉这个很可怕，我也不想在这种环境下去做事情，你懂吗？所以为什么说话是一辈子的事情？我们要继续修炼说话之道，因为这个世界属于好好讲话的人，这也是蔡康永讲的。哇，我一直都在学习，我一直都在看书，看很多 podcast article 新闻啊这些东西。我觉得你能做到的东西都是这些东西。如果你现在在很迷茫，你真的觉得你今天没有事做，你真的觉得你人生完了，什么都完了 ，OK？ 你刚分手，你刚创业失败，什么都好，我觉得我们现在能做的东西 ，zero cost， honestly zero。YouTube， 你去找 podcast，OK？Colin and Samif，OK？还有很多，我可以 list 给你们看，我一个个读给你们看。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喜欢这类型的 podcast 啊 ，but 如果你们正在想说你们有这个兴趣的话，你们可以去听他们的，就J Shady Podcast，OK？ 还有等一下我电脑 OK 好，我不懂你们会不会喜欢这个 OK？ 可是我个人是我喜欢看这些东西啊，就是 Emma Chamberlain 的 podcast， yeah， 他比较算是比较生活类啊那些东西，还有 Joe Rogan 比较 general， 什么都聊 business 啊什么都聊。为什么我会讲这些是我们可以做的东西？写日记也是可以，真的是没有花钱啊。你家里有一本书吗？有一张纸吗？还是你不用这些，你用电话也可以记录你的这些东西。你现在都听着这个 podcast， 你手机也是可以记录那些 notes。它会给你带来转变吗？它会帮你说话吗？我觉得我们一旦冷静下来去思考东西，你花时间去看书，去跟自己对话，去 deep talk， 跟朋友之间的小小的 conversation， 它给你带来的是长远的。这是最可怕的东西，因为很多人就这样子放弃啊，
所以为什么说话之道是一辈子的事情，是一直修炼这样子的东西，就是它是一个短时间你看不到啊，它是慢慢造就出来的。我没有看很多书，其实，可是我也觉得不少。我觉得我没有所谓的去想说自己看了多少本书，还是听了多少个 podcast， 因为这是一个日常啊，对我来讲，真的就很像它已经形成了一个动作啊。我现在桌子上面全部，我会怎样让自己多看书？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也不是一个很 general 的 opinion， 我就是经常把书放在桌子上面，然后最容易看到的地方，我就可以马上拿出来直接读，无聊的时候就读。还有一些 notes 啊，就是我想要拍东西还是想要记录东西的话，我马上写在里面，我当场就记录下来。我每次出去都会带一本在我的 pocket， 不管是怎样的场合，我就会带着一个东西，多让自己去跟这些事情去做一个碰撞，让自己去真实的去体会。因为这种东西很可怕，它是长远的，它不是2天，也可能不是2个月，或许是3年啊，或许是4年，不懂。可是你没有这样子做，你永远不会知道，就是说你现在自己在的位置是哪里，你自己现在在的位置是说话直，还是说你没有教养？这东西要修炼。我们谈说话，不如我们把一些东西做好。因为我自己想到真的是静下来去做一些你一直在想着你本该不会做，你一直在想着你会失败的事情，你从这些小事情去领悟出你自己的一个公式。大家讲说话，你要把话讲好，要怎样讲好哦，是不是？到底要怎样？所以我要去多看一些说话的书，还是跟人多说话？我觉得很多时候是我们要培养自己出一个你自己知道你自己在讲什么的一个阶段。所以你在讲什么之前，你是话的主人，所以你要把话修炼好，不如就多看一些书，多听一些 podcast， 多跟人接触一些真实的这种东西，跟他们多聊，多让他们说，多听。你也在对的时候多说一点，也不用过多，你懂吗？这是要一直练习，一直去看的，因为它确实不是2-3天的事情。我从 EP1 我拍我的 Insta 的这个影片啊， EP1 是去年9月28号 post 的，没有错的话，对，28号。你们知道吗？我写了7-8年的日记哦。12岁呀，没有错的话，住宿舍的时候，以前住了2年宿舍，然后再转校的时候，我写了从那时候开始因为学校要写日记，我就开始写，所以写到去年，也就是说我大概写了8年、9年，something like that。然后我才开始拍影片，写自己的东西出来，拍自己想拍的东西出来。可能你会觉得，哇，很久所以你累积了那么久，你才开始这样子做吗？我觉得没有，我觉得我当时候我会做这东西就是一个spontaneous， 就这样子。那我没有想过今天这些事情，我没有去理这些东西，你懂吗？因为我只是想认真去提说，我们一定要把自己讲话这件事情给修炼好。因为我相信没有一个人会跑出来跟你讲要怎样讲话的，没有一个人会直接指出来你这个问题了，然后你也愿意听了，很少。这样子你真的要自己去 realize 你自己的 problem， 你要自己去理解的话，只能够就是说你要跟自己对话，你要去得到 feedback。因为我是读 business 的，读了4年，里面有一个东西贯穿了这4年的一个总结。每一个课在 business design 啊、operation 啊、organization 啊这些 class 里面啊，有一个共同点叫做 feedback。一个叫 feedback。
就是得到大家的 feedback， 你愿不愿意听？人家讲话真的很直，有些人就直接这样子在所有人面前讲你，对吗？那个是 feedback 吗？你自己去斟酌，你自己去想，他在给你的是不是一个 feedback？ 所谓的 feedback 是讲说，我觉得这个手机壳很好，很漂亮，但是它有一个问题，就是它很容易出现这种问题，所以我希望说，它的材质能够好一点点。这个是 feedback 吗？你们自己去想啊。另外一种 scenario 就是这个手机壳不好了啦，你看它有这个问题，我不想要买它，我也觉得你们大家不要买它，它坏了。这个是 feedback 吗？也可以是，也可以不是，我不知道。因为我觉得我们要做的东西，你听取大家的东西，建设性没有建设性的东西，你要仔细去分析。建设性跟没有建设性，我之前有解释过，我可以再跟大家解释多一次。就是我建设性的东西就是提出来，你鞋子肮脏，这样子你有没有讲说我要怎样去处理？你有没有想要告诉我们要怎么去处理？还是说你就只是跟我们，你就这样讲一声你鞋子肮脏？如果你这样子跟我讲你的鞋子肮脏的话，然后你要我这么，你懂吗？所谓的建设性就是说，你鞋子有点肮脏，我觉得这个刷子你可以用用看，它的效果蛮好的。然后如果你没有那个洗鞋子的药水的话，我家里有，或者是 Amazon 有卖，你可以去看看一下，你可以去找。Perfect， 你可以讲这个说话值吗？看你怎样选，看你怎样看。因为我很相信，我们大家都喜欢听好话的，我们大家都不喜欢别人直接讲你啊。你不会听啊，很大可能性，这个就是我们一个人的一个条件反射。可是有问题吗？我觉得或许有，或许没有。你鞋子就是肮脏啊 ，bro。OK， 你鞋子就是肮脏，你这样子传出去就是丢人现眼。所以我要换鞋吗？还是怎样？你就是你懂吗？我现在这样子讲你的话，你会怎样办？还是说好话，建设性的话是好话吗？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这个真的是开放了一个问题，开放了一个 podcast 给大家去深思。我会更想要调哪一个话，我不知道，因为我们是没有办法控制那个人来跟我讲你的鞋子肮脏还是什么的嘛。所以我觉得我们能够做到的就是允许一切发生，然后让这些事情来告诉你说，你现在有两个东西出现 OK， 小明跟你讲你的鞋子是真的很肮脏，小华来跟你讲你可以用他的刷子，你自己去思考你要成为哪一个人，你就去思考你要用哪一个说话的艺术去传达给你身边你未来的孩子，你的家人，你的爱人，你要成为哪个样子啊 OK， 因为你说话的样子就决定了你要扮演什么样的人，这是蔡康永讲的。所以仔细去想，你仔细去想说你鞋子就是肮脏了，你仔细去想这个是说话直还是没有教养 OK， 你要成为一个体面的人吗？你要成为一个有温度的人吗？温柔的人吗？还是说你要成为一个你定义的没有教养的人吗？你定义的那一些说话直的人吗？你自己去决定，你自己去想说哪一个你喜欢，你适合。因为蔡康永讲的这些话，我永远抱着都是一个怎样讲 ，you know critical thinking， 这样子去思考，我觉得我们才会真正的学到更多事情，而不是一上来就是对错。真正有什么对错的吗？我觉得这个世界很复杂，没有真正的对跟错。
可是有些情况不一样，因为我要讲的就是他跑过来跟你讲你的鞋子肮脏错吗？我不知道，我讲的是这些例子啊，真正犯罪那些我们就不用提了，这就是 common sense。可是这些东西你们去想，因为这东西也是让我深思。或许多年以后，我们再谈回来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又有不一样的 perspective 啊。所以我很喜欢告诉我自己一些话，就是不要急着找答案。我每次听 podcast 都是这样，我看书也是。这本书我不夸张啊，这个是我去年在马来西亚买的。OK， 我女朋友买给我了。然后我很多话啊，我第一次看书啊 ，OK， 我可以完完全全88%我不买单了。我看书都是50-50的，可是这本书可以高达80-90这样子，让我一直去想。我所谓的不买单，不是说 no， 我所谓的不买单就是说我会思考更久，让我去想说，哇，我要用什么 perspective 去想这件事情？我要想一下这样子，因为有些书本是让我想了一下，我会这样想，或者是那样想，我不会去讲说，哦，这个问题，这个是我看不懂的东西，这个是不好的东西，因为我们人会长大，你讲话方式也会变的，你聆听的感觉也是会变的，你会开始选择听好话，你会开始选择听所有的话，你懂吗？我觉得我们生出来不是就是要接受批评，我觉得我们人都是要判断什么是批评，什么是所谓的建设性的话。我们要接受所有的话，but 你要明白什么话是所谓的那一些你的鞋子肮脏丢人现眼的这一些话，和一些我可以借你我的刷子，或者是你想要买一个好的刷子吗？我知道哪里有卖，我带你去买，或者是你明天可以去那里买的这一种话，你自己去想，你自己去感觉，你要就是去 feel 你要成为哪一个人，你要从哪一个人的身上学到东西，然后告诉你以后的孩子，教你的孩子，让他们也跟着你一起去学习呀。我也是欢迎大家来一起讨论你们最近有听到什么话，看到什么东西让你深思啊，很久。我觉得我这个系列我可以一直拍，因为不久前我也是看一本书，也是让我很哇，你懂吗？我很多这种 moment 我很少拿出来拍，所以我觉得我很喜欢跟大家来一个 open question，you know， like 一起讨论，一起来聊天。So yeah， 谢谢你们把影片看到这边，这影片比以往长了一点点，希望你们喜欢。然后 take care, see you guys very soon, and bye bye.